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民族英雄，他们每一位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尽管现在已经进入了新世纪，但是这种精神，中国人依然在传承。戚继光舰。为了更好地让人们牢记这种精神，我国的海军战舰就经常用英雄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有一艘战舰的名字让日本人听了就害怕，它就是中国海军的戚继光舰。赞助商链接：戚继光舰。戚继光大家肯定不陌生，明朝的时候，中国人把日本人称为是倭寇。倭奴，日本人一直就想入侵中国，而在明朝末期，日本人的入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战斗力还是非常不俗的，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朝廷的军队对这些倭寇无可奈何，但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勇猛战将。戚继光自幼习武，熟读兵书，年纪轻轻就组建了戚家军，把倭寇从中国土地上一扫而空，以至于日本人一听到戚继光的名字就两腿发软。戚继光舰，现在这艘战舰已经服役，隶属于我国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为了我国一艘强有力的训练舰，排水量9100吨，长163米，宽22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2节，这样的战舰用来训练学员，可以说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日本人一听有这样名字的战舰，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因为那段历史是日本永远无法忘记的。在众多武器库中，除了俄罗斯的幽灵列车末日飞弹，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要数隐藏在茫茫大海中的战略核潜艇了。基于美国航母的活跃程度，被潜艇秘密跟踪可谓是家常便饭。俄罗斯虽然军事实力大不如前，但其保有的攻击型核潜艇早已成了悬在美军心头的一把利刃。与此同时，中国潜艇的研制也在不断的缩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甚至有部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赞助商链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8年10月23日撰写了一篇美国应该担心中国列装更多的战略核潜艇吗？的战略分析文章。据文章介绍，一直以来，加拿大某重要项目研究人员对中国核武库的变化保持着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海军日益增长的弹道飞弹和潜艇部队。据美媒援引分析专员赵彤的话称，多年来中国主要依靠陆基核武器保持着战略威慑能力。随着中国核潜艇不断更新换代，中国的威慑力影响将会更加深远。根据世界核弹头综合库存研究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库存的核弹头数量不到300枚，而不是外界预估的1600至3000枚，且所有的弹头在和平状态下严格控制储存。在中国看来，只需维持2次核反击的弹头数量即可，因为毁灭地球100次和1次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不过，随着中国东风26、31、41新型飞弹的生产，核弹数量或许会有所增加。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中国完全有能力将涵盖各种射程的飞弹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世界只有中国发明了鱼敏结构，用来长期存储氢弹。世界仅有的30枚竟在中国囊中。美国曾使尽各种手段，也未能骗取到这一核心技术。近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有商业卫星拍摄到位于中国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由不明型号的大型潜艇浮出水面。从拍摄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有一艘疑似096的战略核潜艇正处于建造当中。根据该潜艇的外部轮廓和096的研制进展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中国第3代弹道飞弹核潜艇。只是096型核潜艇尚处于建造当中，距离交付海军还有一段时间。不过，中国海军武器装备建造速度向来都是保持低调的态度。例如095型核潜艇最初交付海军使用时，也只是在央视的镜头中微微闪过几秒而已。至于096这种战略神器，不到关键时刻想必不会轻易露面。据一组分析数据表示，
在094型战略飞弹和潜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096型核潜艇最多可携带24枚巨浪负3型潜射飞弹，覆盖范围可达1200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巨浪负3型洲际潜射弹道飞弹是由东风负41陆基版本改进而来，每一枚飞弹可以携带8至10枚核弹头，打击精度精确到100米左右。也就是说，在短短几分钟内连续发射的话，可以精确打击240座城市。更何况，不管是东风负41远程弹道飞弹，还是巨浪负3型潜射洲际飞弹，试射都取得了圆满成功。看到这一组数据后，美国人突然沉默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所以，应不应该担心，就要看他们有没有触碰到中国的底线。江峰，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个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以美国舰队为首的北约成员国日前进行为名3级2018的军事演习，意图威慑中国盟友俄罗斯，对抗早前中国解放军有份参与的东方负2018俄军演习。谁知美军出师未捷便损兵折将，舰上大兵不敌挪威怒海，先是上吐下泻脚仔软。同时，3艘战船亦经受不住海浪冲击，甲板及登陆艇损毁，更导致不少大兵受伤。由于美军3艘战船主要参与登陆演习，现在登陆艇损毁，其中2艘被迫立即回航检查受损程度，对于出师不利及一波三折。美国海军陆战队承认经验不足，无法有效应对寒冷天气及北大西洋的巨浪。美国与北约建制中俄，结果就连个海都要跟美军作对，要你损手烂脚。美军窘状令人忍俊不禁，果然不愧是世上最恶最霸道的军队，连跌一跤的声音也特别响。今次美帝舰队威震全球，中俄两国一定惊到无朋友了。10月21日，《环球时报》援引英国路透社消息表示，美国一名官员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派遣军舰横穿台湾海峡。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有权利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因为那里是公海。不过，这一说辞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对中国的一次挑衅。针对这一言论，美国军方在当时并没有进行表态，但是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却令人愤怒。据9月22台湾省联合报报道，当天早上，美国2艘军舰由南向北横穿台湾海峡。据了解，美国这次派出的军舰分别是威尔伯号飞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飞弹巡洋舰。当这2艘驱逐舰出现在台湾海峡的第一时间之内，我国海局就立刻派出了多艘战舰。由于台湾海峡属于公海，我军无法进行驱离，不过我国战舰还是以全程围观的方式对美国军舰进行了警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表面上虽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暗地里经常与中国对着干。就比如在前段时间的扩大对台军售问题上，我国一再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美国未经允许不得插手，但是美国选择了无视。本月15日，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兰德尔·施里弗在10月初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正打算加大与台湾地区的军售力度。这一说法遭到了我国的强烈反对。我国表示，台湾属于中国是全世界的共识，任何一个国家都承认这一点。加勒比地区一直被称为美国的后院。近期，一艘中国人民海军万吨巨舰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成为当地舆论、媒体和百姓热烈讨论的一件事。外媒普遍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抵达美国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媒体都认为中国海军的到来是对地区和平有益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美国转性了？赞助商链接显然不会，只是由于我军派出去的万吨巨舰是一艘我国目前最大的医院船，被称为和平方舟号。中国远航出动医院船只进行救护和人道主义援助，和美国海军出动战舰打击他国完全是2个概念。
10月22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访了安蒂卡及巴布达，受到了当地人民和侨胞的热烈欢迎。著名的英国检视防务网站专门发文赞扬中国海军的和平航迹，认为是延伸了中国海军在加勒比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的足迹。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中国专门为海上医疗救护量身定做的专业大型医院船。由于美国的2艘超级医疗船是由轮改的，所以和平方舟号被称为是世界上第1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14200吨排水量。和平方舟号全长178米，宽24米，船体吃水6-8米。最高航速20节，在14节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0,000海里的标准航程。赞助商链接：该舰载有250多名解放军人员和120名来自18个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搭载的医疗设施装备达到了3甲医院的水平。从2011年开始，和平方舟号就开始了和谐使命系列远航，主要前往拉美国家开展人道主义医护援助。2013年11月21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还前往菲律宾灾区执行人道